我们总是渴望一帆风顺的生活，仿佛宇宙欠我们一个永远快乐的承诺。但如果你仔细观察，这个名为人生的游戏，似乎在系统底层写死了一个无可避免的痛苦。这不是造物主的恶作剧，而是一套极其精密的神圣系统设计。为什么开悟的基石往往是心碎的废墟？为什么我们非得经历背叛、疾病、失去，才能瞥见真理的微光？在里拉游戏的视角里，这一切都是为了打破你那层坚不可摧的自我外壳。没有裂缝，光怎么照得进来？准备好深呼吸了吗？接下来的40分钟，我们将拆解这个让你又爱又恨的地球伺服器，看看那些让你痛不欲生的创伤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升级代码。你不需要急着原谅谁，你只需要看懂这场游戏。欢迎登入玩家。第2章，幻象。我们的一生，大部分时间都在建构一个完美的防御工事。我们追求财富、地位、完美的伴侣，试图把一切不确定性隔绝在外。我们以为，只要拥有足够多的筹码，就能免于受伤。这就是最大的幻想。你的大脑是一台极度渴望安全感的机器，它为你编织了一个故事，只要你乖乖遵守社会规则，只要你足够努力，你就能获得一张免死金牌。但宇宙的运算法则从来不是为你的舒适而设计的，它是为了你的觉醒而设计的。当那个完美的幻象破灭时，也许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解雇，一次背叛，或者一场大病，你感到世界崩塌了。你问，为什么是我？其实，这是系统在执行强制更新。你的旧版本已经无法承载更高的意识频率，它必须被摧毁。痛苦就是那把敲碎幻象的铁锤，它粗暴地剥夺你所依赖的一切，把你推到悬崖边缘。在那里，你再也无法用物质或外在的认同来填补内心的空洞，你只能被迫直面那个赤裸裸的、真实的自己。这就是创伤的神圣使命。第3章，科学。让我们从灵性的云端稍微降落，看看神经科学怎么说。人类的大脑有一种名为神经可塑性的特质。有趣的是，在极度平静的状态下，大脑的神经网络往往是僵化的。要重塑回路，有时候需要一次剧烈的震荡。这就像是一场心灵的地震。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PTSD 我们都很熟悉，但心理学界还有一个词叫做创伤后成长 PTGI。 研究发现，经历过重大创伤的人往往会发展出更深的同理心、更强的生命韧性，以及对生命意义的全新认知。当创伤发生时，你大脑的预设模式网络 DMN 负责自我反思和喋喋不休的小我会被打断。在那个彻底崩溃的瞬间，小我宕机了。就是这短暂的系统离线，让你有机会瞥见超越语言的广阔意识。这就是为什么古老的修行法门有时会包含极端的苦行。我们并非在歌颂痛苦，也不是要你主动去寻找自虐，而是从演化的角度来看，人类这台生物计算机在舒适圈里只会执行省电模式，唯有在面临生存威胁、深渊凝视之时，才会强制启用那些沉睡的神性代码。想象你是一个被困在黑暗房间里的人，你把房间布置得很舒服，甚至忘了外面还有世界。突然，墙壁塌了一块，冷风和刺眼的光照进来。你觉得很痛苦，很恐惧，但那正是你走向外面无限宇宙的唯一出口。创伤就是那面坍塌的墙。这是一种灵性炼金术，铅无法自动变成黄金，它必须经过极高温的熔炼。你的小我、你的执念、你的傲慢，就是那些铅。
而创伤的烈火烧毁了所有虚假的东西，最后留下来的就是你无可摧毁的真实本质，纯粹的觉知。所以，下次当你感到痛苦到快要死掉的时候，从系统工程师的角度想一想，这不是惩罚，这是一场高规格的压力测试。系统正在检测你是否准备好加载开悟 2.0 版本。痛苦只是升级过程中的发热现象。第4章，幽默。说实话，这整个设计其实有点黑色幽默。你以为你是来地球度假的，结果发现自己报名了宇宙海豹突击队的魔鬼训练营。而且最棒的是，你还把自己的记忆给洗了，完全忘了是自己签的同意书。看着人类为了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争得你死我活，为了几张印着数字的纸片焦虑到失眠。高维度的观察者大概会一边吃着宇宙爆米花，一边笑着说：“看啊，他们又把虚拟实境当真了。那个叫房贷的副本真的太经典了。”我们最大的荒谬在于，我们用尽全力去逃避痛苦，结果却创造了更多的痛苦。我们害怕被抛弃，所以紧抓不放，结果把对方逼走。我们害怕失败，所以不敢尝试，结果活成了一具行尸走肉。我们自己就是那个最优秀的折磨者。当你真正看透了这个机制的运作方式，你不会再生气了，你会笑出来。那种笑是看到魔术师破绽后的会心一笑，是发现原来一直追着咬的尾巴竟然是自己的。在废墟中开悟的第一个征兆，往往就是一阵无法抑制的大笑。第5章，实践。那么，当生活的大锤砸下来时，我们该怎么办？第一步，不要逃跑，不要用酒精、娱乐或灵性毒药，如强迫正能量来麻痹自己。坐在那片废墟里，感受那个心碎的痛楚，直视那个深渊。第二步，交出控制权。痛苦之所以会变成持续的折磨，是因为你还在抗拒。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，这句话是地狱的入场券。承认你无法控制一切。臣服不是认输，臣服是停止与现实的无谓肉搏。第3步，见证者的升起。在极度的痛苦中，试着退后一步，看着那个正在受苦的你。你会发现，有一个巨大的、宁静的意识背景正在包容这一切的情绪风暴。你不是那个破碎的心，你是那个承载碎片的空间。这就是开悟的发生。它不是脑袋里想通了什么大道理，而是你的存在状态发生了不可逆的跃迁。那些创伤的裂痕成为了光透进来的地方。你变得更柔软，却也无坚不摧，因为你已经不再执着于保护一个虚假的自我。第6章，恩典。当你走过这片废墟，回头看，你会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感激。不是感激那些伤害你的人或事，而是感激这套严酷却神圣的系统设计。它用最决绝的方式把你从沉睡中唤醒，逼着你忆起自己是谁。痛苦是暂时的，但透过痛苦而绽放的觉知是永恒的。这场名为地球的游戏，最终的通关奖励就是你本身。不再抗拒你的伤痕吧，那是你成神的印记。游戏继续，但你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玩家了。